红墙巨震，王岐山回来了，而且这次不是低调归队，而是带着一笔账单来清算的。他曾替习近平清君侧打江山，却被毫不留情地踢出局，成了过河拆桥的典型。但3年沉默换来一次精密反击，从新疆到亚投行，从统战到金融，王系人马正在集体浮出水面。7月1日，马兴瑞突遭撤职，新疆换帅，那是习近平的铁杆老乡，亲信爱将。但顶上的人是谁？陈小江，一个出身中纪委宣传部的笔杆子，王岐山的旧部。同一时间，亚投行新行长敲定周家怡，他不但是中纪委出身的王系旧人，更与习家军财经重臣何立峰传出多年不和。人事就是风向，金融战线也正在变天。更诡异的是，2024年一则关于王岐山情妇暴富、外逃7000亿资产的黑料，突然出现在一个清习背景的海外媒体上，火力猛烈，细节惊人。外界普遍解读为，这是习近平阵营放风，试图彻底抹除王的政治遗产。然而不久之后，王岐山竟在清华高调宴客，接替朱镕基成为经管委主席，直接在习近平面前打出一张我还在的牌。这绝不是一场私人恩怨的旧账重提，而是红墙深处一场未被官方承认却真实发生的高层对撞序幕。王岐山重新布局，红二代集体异动，新加坡第一夫人何晶公开转发讽袭文章，这一连串动作背后靠山到底是谁？如果这一切不是偶然，那么这将不只是复仇，而是政坛深层转向的开场讯号。你好，这里是希望世界识海秘辛，我是邵峰。今天我们来回顾一下他和习近平的恩怨内幕和王岐山的最新动作。每年7至8月间是传统的北戴河会议时间，从中共高层近期密集露面看，会议应未开始，但有消息说北戴河周边维稳已经升级。在这段时间，中共高层人士发生了一些敏感异动。一个是在7月1日，马兴瑞被免中共新疆党委书记，另有任用，陈小江接任。马兴瑞与习近平妻子彭丽媛是山东运城老乡，马兴瑞的官场升迁历来被指与习夫妇有关。金融时报曾报道，北京政界有知情者透露，马兴瑞和彭丽媛有家庭渊源，他在习近平上台前就经常出入习家，是离习最近的高官之一。普遍认为，马兴瑞既没有到退休年龄，也没有到任期结束，却突然被调离新疆，意味着习的一条胳膊被人卸掉了。另一方面，接替马兴瑞任新疆书记的陈小江是浙江龙游人，他最有看点的背景是2015年担任中纪委宣传部部长，作为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笔杆子。有知情人说，陈小江在中纪委宣传部时就得到王岐山赏识，所以在王岐山掌中纪委期间，陈小江很快在2016年就被安排到中共辽宁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2017年再回京升任中共监察部副部长。同年10月，在王岐山卸任之际，担任中纪委副书记。他后来又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委主任，2年后出任中共统战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同时他也是中共20届中央委员。除了陈小江作为王岐山当年埋伏的人马被空降新疆担任要职，王岐山在财经系统的亲信也获得重要职位。据中共财政部官网消息，6月24日，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第10届理事会年会期间举行的理事会特别会议上，中方候选人邹嘉仪当选亚投行下任行长。邹嘉仪将于2026年1月履职，任期5年。邹嘉仪是江苏无锡人，在财政部工作多年，曾任驻世界银行中国执行董事办公室顾问、驻世界银行中国副执行董事、财政部国际司副司长等职，并于2005年至2009年期间担任世界银行中国执行董事。邹嘉仪2012年起历任中共财政部国际司司长、财政部国际经济关系司司长、财政部部长助理。2015年12月，也是王岐山掌管反腐期间，邹嘉仪转任中纪委驻中央外事办纪检组组长，2年后出任监察部副部长。2018年，邹嘉仪回到财政部，出任副部长。2021年，邹嘉仪出任中共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他也是中共20届中央委员。邹嘉仪一度被内部人士看好为财政部长最可能的接班人选，也曾被认为可能成为首位央行女行长，但最后落空。自由亚洲电台专栏作家高鑫曾披露，邹嘉仪和习近平亲信分管财经的副总理何立峰不和。据说因为何立峰坚持要安排自己的亲信执掌财政部，让自己的大学同学加广东老乡刘昆暂时连任几个月时间的财政部长，然后交棒给同是广东帮的蓝佛安。高鑫还说，2024年4月初，美国财长耶伦访华后，有一位中共财政部出来的退休官员爆料说，财政部里人人都知道，只有邹嘉仪才是有资格、有能力与耶伦对话的人，但何立峰武大郎开店，大家都是敢怒不敢言。习近平上台后，由中共政府主导设立，总部位于北京的亚投行，于2016年正式开始运行，是中共对外经济扩张的重要阵地。亚投行第1、2任行长是金立群，朱镕基派系色彩浓厚，而邹嘉仪则是王岐山的中纪委旧部。王岐山早年也长期在金融系统任职，曾是分管金融的副总理。如今虽然现在是何立峰在管金融，但是亚投行的重要职务由朱王派系的人执掌，并且执掌者是与何立峰不和的邹嘉仪，这显然不是习派想看到的，这里面涉及派系斗争。王岐山在2023年3月正式退休，在这前后一直被习近平压着打。2024年2月5日，中国招商银行原行长田惠宇因涉嫌受贿、滥用职权、泄露内幕信息以及涉贪5亿元人民币等罪名被判死缓，并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田惠宇曾在中国建设银行工作，当时王岐山执掌建设银行，田是王的秘书。除田惠宇外，王岐山的另一名旧部曾担任中央巡视组副组长的董宏，也因受贿罪于2022年被重判。自1998年以来，董宏一直是王岐山的得力助手。王岐山1998年任广东省委常委、副省长时，董宏任广东省政府副秘书长。随后，董宏便一直跟随王岐山。2020年10月，董宏被查。2024年10月10日，中共央行原副行长范一飞被重判，并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1994年到1997年，王岐山担任建行行长期间，范一飞掌管建行财务。与王岐山关系密切的红二代任志强于2022年9月22日被习近平当局判刑18年。俗话说，打狗也要看主人脸。王岐山的旧部和好友相继被查，使一些观察家猜测习近平与王岐山的斗争白热化，被认为两人实际上已分道扬镳。在2024年11招待会上，王岐山露脸，但全场几乎没有一丝笑容。进场的时候，多数元老跟着习在鼓掌，只有王岐山没有鼓掌。
王岐山与习近平之间的友谊开始于文革期间，两人在陕西山村艰苦的知青生活，据说两人曾合盖了一床被子。王岐山与曾经担任中共副总理的姚依林女儿的婚姻，将他带入红色贵族的圈子。习近平上台后，开启了选择性的反腐运动，王岐山成为习的打虎干将。习在第一任期和李克强的组合习李新政一说很快消散，反而官场多提及习王体制。王岐山为习清洗政敌，拿下大批以江派为主的高官，甚至直逼坊间认为最腐败的江泽民和曾庆红，江被称腐败总教练。王岐山有好几次差点直捣黄龙，有望拿下江曾之际都鸣金收兵。据信是习为了保党以及保自己权位延续而和江曾达成交易。在2017年中共19大上，留任呼声颇高的王岐山退任常委和中纪委书记。在2018年3月，王岐山成为1998年以来首个没有任何中共党内职务的国家副主席。澳洲学者袁宏斌在接受海外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共体制内人士向他透露，中共19大前，习近平曾向王岐山承诺不会让其退休，即便超龄也将继续留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然而，由于习近平的亲信蔡奇等人认为王岐山怀有个人野心，若继续留任常委，可能威胁到习近平的权力。最终，习近平违背承诺，仅安排王岐山担任一个无实权、形同虚设的中共国家副主席，随后便将其边缘化并迫其退休。这一转折成为两人关系紧张的导火索。王岐山任中共国家副主席期间，曾数度公开抱怨，在2019年1月23日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王岐山按中共惯例照着官方准备的演讲稿念，并罕见脱口调侃称，读稿子的人就是低头念完就算了。2019年7月1日，王岐山在中南海会见墨西哥外长艾布拉德时，他再强调自己的工作性质只是做一点礼仪性外交罢了。2021年4月20日，王岐山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称自己是临时主持人，只是为习近平的致辞报幕。当然，后来王岐山不得不向习认怂，表面上对习歌功颂德。在2021年中共全国两会上，王岐山在参加湖南代表团会议时，至少8次提到习近平，称要和习中央保持高度一致。2022年两会，王岐山又在中共人大湖南代表团会上吹捧说，确立习近平核心地位是中共的最大底气。不过，从党编地位跌落还被习敲打的王岐山，恐怕是口服心不服。进入第3任期后，习近平面临中国经济严重下滑的局面。习近平在清除政敌的同时，也试图借机收缴这些官员的财富，以填补经济困境。自2021年起，习近平对银行及金融系统官员展开大规模整肃，因为王岐山在中共的金融系统和银行系统工作培植了大批亲信，习近平的行动直接触及王岐山的利益。对于在官场树大根深的王岐山，习近平还有更阴的招数。2024年10月12日，有中共大外宣功能的香港合通社爆料王岐山被抓，其情人影星某某某美国存款7000多亿美金。爆料还称王岐山的小舅子，原中共副总理、政治局常委姚依林的儿子姚庆2年前被抓，王岐山搜刮财富高达几万亿云云。网络搜索显示，合通社号称作为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全球论坛发言人办公室对外官方媒体，并吹嘘旗下亚洲新闻周刊是香港合通社主管的亚洲极具影响力的知名媒体，全国两会采访刊物。该网站的内容都是亲北京的，或者说是亲习近平的，
包括吹捧习近平经济思想、报道中共全国两会等等，具有中共外宣功能。网站核心人物是顾问刘浩峰。百度资料介绍，刘浩峰是湖南人，号称诗人、作家、思想家、艺术家等，并被中国文联、中国文艺家杂志等誉为所谓中华文化复兴理论旗手。这个网站看上去制作粗劣，并不正规，但早前网站曾独家爆料习近平的军中大秘钟绍军从军委办公厅主任调任中共国防大学政委。该网站又曾率先报道了2024年10月1日湖南邵阳公安局长遭枪击案的一手消息，而该案在大陆是遭封杀的。由此可见，网站的核心人物在北京中南海一定有靠山。过去香港或海外其他地区的中共外宣媒体由党内不同派系势力控制，时而有内斗消息放风。如今中共官场上层尽是习家军，合通社的背后可能站着习家军的某个派系，比如主管文宣的蔡奇和掌管公安部的王小红，两人都是福建帮，又或是中共国安部部长陈一新所在的浙江帮，又或是当今掌管反腐的李希。不管是谁放的料，都对应着当时王岐山遭受习近平前所未有的打击。不过就在上述黑料爆出不久，2024年10月25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2024年会议在清华经管学院举行。中共前总理朱镕基委托清华大学校长李路明转达他对顾问委员会和特邀专家的问候，而前中共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已接替朱镕基担任清华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名誉主席，并且宴请与会者。朱镕基之子中金公司前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朱云来也参加了宴会。在交班王岐山后，朱镕基是清华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创始名誉主席。清华经管学院一向被认为是朱镕基和王岐山的地盘，王岐山这次总算是在自己的地盘找到了位置，也是代表朱镕基给金融系统官员打气。而王岐山高调露面，也显示他未受负面爆料影响，反正习近平的独裁权力已不如前。2023年6月以来，习近平众多亲信落马，如中共外交部长秦刚，军中一大批由习自己亲自晋升的上将落马，特别是去年11月，习的军中人事总管苗华被查等等。进入2025年以来，习的另一亲信中共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失踪，有关习近平大权旁落，受到中共元老和军委副主席张又侠逼宫等传言四起。资深自媒体人吴建民分析，王岐山以老谋深算的策略，正通过外围力量对习近平发起攻击，意在北戴河会议或中共四中全会等关键场合一雪前耻，彻底颠覆习近平的权力根基。据认为，与温家宝、曾庆红等前朝元老凭借资历公开批评习近平，指其破坏党内规矩不同，王岐山作为习近平的昔日好友与政治盟友，却选择了低调沉默的策略，暗中发力。4月18日，有新加坡媒体就习近平出访越南等国发表评论文章，直指习执政12年来一直表现得像个黑帮老大，总是向所有人提出无法拒绝的提议，如今却希望受害者把他当成朋友和伙伴。4月21日，新加坡前总理李显龙的太太何晶在脸书上转发了该篇评论文章，引发广泛关注。何晶此前还在脸书曾转发由新加坡智库学者迈克尔·彼得雷乌斯今年4月10日发表的文章。该文指出，美国川普总统一方面对中国商品加征 125% 的关税，另一方面对75个愿意谈判的国家暂缓加税90天，意图孤立中共，迫使北京在多边谈判中让步。该文章配了一张习近平戴着口罩孤身坐在户外一把椅子上的图片，显示习处于落魄之中，
更用以象征中共遭世界孤立。何金转发此文及配图，相关截图也在海外网上热传，引发国际舆论震动。何金不仅是新加坡淡马锡信托基金会主席，管理逾2万亿人民币的资产，更长期担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及名誉委员。他与该委员会前名誉主席朱镕基和现任名誉主席王岐山关系密切。另外，朱镕基、王岐山与李光耀、李显龙父子也曾密切互动。何金罕见转发批袭文章，极具政治敏感性。因为新加坡历来受中共影响很大，何金此举当然并非鲁莽，而是基于王岐山提供的内部信息。可能是因为习近平许多亲信下台，习本人已经失去主要权力，在中共元老出面监管下，习近平还要为用人失败和中共的经济外交失败负责，在接下来的4中全会上受到党内责难，所以何金才放心转发不怕得罪习近平的文章。尽管网友留言恳求何金删帖，以免影响新加坡，他却毫不退让，显示出十足底气。这一事件背后应该正是王岐山对习近平的间接出击。据袁宏斌先生早前透露，中共红二代家族的多股势力目前已达成共识，正试图阻止习近平在中共21大上连任，并且筹划推出王岐山取代习近平。如果是真的，习近平一定是急火攻心了。笔者此前讲过，习近平这些年已将自己和中共深度捆绑，无法切割，习一旦垮台，也即中共政权灭亡之时。看来习王相争可能是中共红潮最后一幕戏。这里是希望世界识海秘辛，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